东西啊，好热哦。哇，我昨天睡得很好，然后一早起来的日出跟天空、湖面都超级美的，让我决定今天想要再露营一次，因为今天、明天真的是最后的好天气了，所以我想要把握每天开帐篷的时候都是很期待会看到什么画面，因为下午来的时候光线都是不一样的嘛，所以早上又会是另一个风景。现在是6:44，我要先收一收，然后先去那个咖啡厅用电脑，然后吃早餐，顺便充电。因为今天呢，真正的野营了，去一个应该是半山腰山区的一个地方试试看。我也不确定到底可不可以，但是早一点出发去看看，如果不行，还可以下山去找旅馆。收拾完毕了。感谢这个地方让我睡了非常好的一夜，然后今天是我在日本骑车的第14天了，满2周。但是呢，接下来从今天礼拜一嘛，然后从礼拜3开始就会一路下雨，看预报可能会下至少1个礼拜，所以还不确定后面的计划会是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现在大概7:15，希望今天的露营地是可以露营的，拜托拜托，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好，出发喽！祝一切顺利。今天就是一直骑在这个长长的市区里，大概骑12公里到咖啡厅，然后之后要再骑10公里左右才会到营地，所以刚好咖啡厅当一个休息站哦。但城市就真的没什么好拍的，我一路都在放空的骑。这一段都骑在车道上，真的是让一早的脑袋就很紧绷。但是还好，它都有专门一个是脚踏车可以走的蓝色路线，所以不用有压力，汽车会在你后面排队，他们都过得去。我刚刚在咖啡厅里面坐很久，因为我一直在犹豫，等一下到底要不要去我原本想去的那个山里面露营。反正我就查了一些资料，就是有很多种说法，就说那边现在不能露营，然后也有说现在可以露营，就是我日文、中文的都查了。一个是这个资讯不太确定，因为我毕竟人在异地嘛，我就不想要冒险，我希望有把握一点再去。就是心中有很多犹豫的话，我就有顾虑，我就会有点怕怕的。然后加上今天生理期第2天，刚刚在咖啡厅坐着，就身体越来越不太舒服啦，就是生理期的闷闷的那种感觉。想了想，还是觉得不要去比较好，因为毕竟在国外，不是说在台湾有事情都好处理，但是真的很纠结，因为我自己也蛮想挑战看看的。
但是我有新的计划想法，等一下到住宿地再继续分享。因为我发现我被我自己的其中一个念头给困住了。然后我刚刚到后来在咖啡厅里想通了之后，我就觉得原来是我把我自己困住了，所以我后面的行程有改变。我还要骑大概20公里左右才会到今天的住宿地。我现在要前往的地方是蓝山，也是一个有名的地区，这也是意外的安排。本来是没有机会绕过去的，但现在机会来了，所以我现在要过去。我看地图是要翻2座小丘陵，应该不会太高。我觉得一个人旅行的时候，比较难的就是在这种犹豫不定的时候要做决定。因为如果有另外一个人，可能另一个人就会说：“冲啊，走啦，可以啦。”那有伴的话，你就会比较有勇气去做决定。但是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点怕。但我觉得这种时候，我就是听心里的声音啊，就是如果犹豫大于兴奋，还是会选择比较保守的。是，目前是待不住。目前是一路缓上，这个大泽真的很棒，这个坡小泽真的骑得会很累。还好今天后来没有选择要去山上的营区，今天的身体状况一定是不允许的。热，缓一下。知道女生的生理期会比较燥热，就是体内会很燥，所以一下就会冒很多汗，这样子。哇，真的很漂亮耶！其实不陡，只是真的好热哦。还好，再次庆幸自己做了对的选择。今天的体力状况不行，而且因为这2个礼拜以来，大部分都是平路啦，没有真的适应上坡的感觉，甚至可能还退步了，因为都骑得太轻松。哎呀，还好树荫很多。要下坡了，下坡喽！
下坡去。要走左边。左边是这个吗？这么小的路吗？这，等一下，这有对吗？等一下，我确认一下。好像是一条捷径吧。试试看哦。哇哦！什么东西啊？我的货架断了！天哪！我天哪 ！OK。哦，还好，不是断了。我靠，我真的吓死！我这不是断了，好险！感谢老天爷！我先把东西下来，这时候这个马鞍包就很方便，因为它很快就可以拿下来。哇塞，我真的感谢老天爷！哇，这不是货架的问题，是我出发前应该要再确认一次精度。我真的阿弥陀佛我真的，我已经讲不出话。还好是在这个巷子里。如果我刚刚走大马路，然后货架掉下来急刹，我真的谢谢你，不是断掉。便偏。刚路过一个外国人，他本来问说要不要帮我的，但我跟他说我可以，因为我的车没有坏，他只是要调整一下，然后他在爬坡，所以就不影响他。但是遇到有人就觉得比较安心啊。因为明天也会要去走山路，刚好一次检查。我真的感谢老天爷，感谢所有给我祝福的人。弄好了，修理好了，还好一切都是最有惊无险的发生。跟上次一样，又是转进了一条我觉得是走这边的小路吗的那种想法，然后没多久就掉了。还好我下坡通常速度都很慢，所以它货架往后倒，就是稍微急刹了一下，但是还好我速度没有很快，所以我就觉得顿了一下而已，还好不是断掉。我觉得真的谢谢保佑。但现在还是会有一点小怕怕的，每次修完车重新上路都会小怕怕，内心觉得不安，但是没关系。帰るみたいな、走ってゴルフして帰るみたいな人が犯人。哇，好陡哦！重新上路，我刚刚全身都是汗，
旅程中还是需要这样累积经验的。虽然已经锁牢了，但是还是用束带再加强吧，比较心安。哎，靠，太短了。2条束在一起。就是加牢一下就。这里好热闹，好多外国人。这应该就是观光胜地了吧？但我真的好像对这种地方就比较没兴趣。天哪，这里超多观光客，我只想赶快离开这边，太多人了。而且有些路线脚踏车不能走，所以我就用牵的，就是我都绕开那个最多观光客的那个区域。很多人都会穿着和服，就是去那个神社这样子，就是我印象中的京都的模样，很热闹啦，然后也很繁华，就是很多店家。但是我一个人跟车子就不太适合在这停留，骑这种没有人的路比较安心。比较舒服。骑这一段的时候，我相机忘记关了，那就一起来感受一下骑在城市里的感觉吧。那也顺便讲一下我此刻的感受，因为那一天的气温真的非常的热，有高达34度，是我在日本以来遇过最热的一天。城市里面的红绿灯啊，间隔都很短所以几乎是每2个红绿灯就要停一个街口，还得一直停下来找路看路，真的是骑到非常的烦躁厌世，但是又不想停下来，因为很想赶快抵达住宿地，好好的休息。这一天真的是骑得非常的久，后来总共骑了快7个小时，而且是曝晒在大太阳，然后又闷热的天气下。今天真的是我骑得非常烦躁的一天，只能这么说了。单纯想要好好的记录下当下最真实的感受，并非所有的旅程都会是非常快乐、轻松，看起来很愉悦的。其实也有很多时候是这种很厌世、很不想骑车、很想赶快休息的这样子的状态。哦，很烫。而且我刚刚相机忘记关，一路录影录了10分钟，所以我现在相机也已经要没电了。最后一趴就来补充一点盐分。啊，还蛮好喝的耶，这个还不错。哇，骑在市区，然后又这么热，然后红灯要一直停，就超级阿杂的。但是快到了，快到了。今天总共骑了7个小时，我终于到了今天的住宿地了。然后刚刚老板问我说，现在可以用便宜的价格5000日币可以升等个人房，问我愿不愿意。因为我在这边总共订了3个晚上的，原本是那种上下铺的，我直接二话不说升级5000块日币3个晚上。还好我有升级，是榻榻米，我最喜欢睡榻榻米了。我今天真的累到不行，刚刚中间骑到超级厌世的。在城市骑车，我觉得比任何状况都还要累，心累，很燥，然后加上我的生理期，就觉得很容易有那个负面的情绪，就是很阿杂。然后来到这个房间，有静思。这个民宿很赞我觉得超棒，很舒服，很适合数位游牧的朋友们来，因为它的公共空间很赞，很舒服，整个光线啊，然后周围的环境，然后老板是会讲中文的，所以沟通起来完全没有障碍。好，那我要先休息一下，整顿一下，因为我整个人很脏，很狼狈。厕所淋浴间还不错。
这也有一间淋浴间，洗面台。这几天都住在这里，很舒服的一个地方。嗨，大家，现在是晚上的9点多了，终于有缓过神的感觉，可以来讲一下今天跟之后的一些可能的计划。我只能说可能，今天真的是天人交战的一天，因为我很想露营。应该说，在户外的时候是我觉得最自在的状态。就这2个礼拜露营下来，我真的已经很适应、很习惯了。所以看到今天天气这么好，然后加上应该是礼拜3或礼拜4开始天气就会变差了，就会开始下雨，所以很想要把握最后的好天气。但是我的身体状况有一点没有那么舒服，生理期的前3天都会是比较不稳定的状态，然后再加上我骑完琵琶湖一圈，就是我已经回到京都市附近了，那这附近的露营区就比较没有了，就没有像在东边的时候很好找露营区，大部分的公园都是可以免费扎营的，但是在西边这里就没有，因为就是比较市区。那我本来是想要找一个在山里的可以野营的地方，那这个也是有当地的车店的人介绍的，但那个的距离就有一点尴尬，有一点远。然后因为加上我身体状况又不太那么有把握，然后加上我看地形，最后那个山路也是蛮陡的，我就用日文查，然后有些人说那边是没有开放露营，就是名义上是禁止露营，但还是很多人会去露营等等的，就是灰色地带。那因为毕竟身为外国人嘛，只要有可能不行的这种规定，那我就会有迟疑，我就不会那么有把握，觉得哦这个地方可以去，所以我就是一直觉得这个决定很卡，所以后来今天早上在咖啡厅坐着坐着，就决定先不要去野营好了。那因为明天还是好天气，所以我还是想上山看一下，因为我就是很想爬山，然后也想去看看这边的树林，因为就是看很多人都分享这里的林道啊，或是山里面都很漂亮，所以我就在山脚下找了一间旅馆，然后我直接订了3晚，所以明天呢，我就会骑单车去1日的小旅行，去爬山这样子，然后晚上也可以回来休息，心理压力就不会这么大。然后今天也中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，就是我的货架掉下来了嘛，也谢谢有松脱，因为我后来才发现哦，其实有几颗螺丝都被震稍微松掉，就趁机一次转紧。那货架本身都还是非常的牢靠的。那今天也有再加强几条那个束带上去，比较安心啊。因为虽然调整好了，可是就是发生了一次嘛，就会心里嘎嘎的，所以就是再把它绑紧。所以今天的学习就是，不管你做的再怎么准备好，其实都还可以再更好。所以这就是提醒自己的地方。那其实旅行就差不多剩下倒数1个礼拜，那接下来这1个礼拜呢，应该都是会下雨的，所以我也还不知道后面的行程怎么样，就主要是看天气啊，因为我也不想要真的雨很大然后硬骑或什么，就我还是希望是在一个舒服的方式里进行，就算没有骑车或什么的，我能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，然后走路去周围探索，我觉得也很棒。虽然当然会希望可以到处骑车再去更多地方，可是事实就是这样，现场发生就是这样子，那我就是接受它，顺应它，然后按照自己心中想做的方式做就好了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子，累了。好，那我们明天就山上见，去爬山吧，晚安。